尽管大家都期待指纹识别能够在旗舰 iPhone 上回归，但从目前外界传出的消息来看，今年的 iPhone 13系列大概率不会采用指纹识别设计，仍然是 Face ID。不过苹果会计划推出同时具有 Face ID 和 Touch ID 的 iPhone， 并不是什么秘密。目前外界对未来新 iPhone 最期待的2个变化，一个是砍掉刘海，二是指纹回归。由于疫情关系，目前用户对后者的需求显然要更迫切。苹果在 iPhone 5S 上带来了 Touch ID 指纹识别技术，引领了整个行业的发展。到了2017年，苹果在 iPhone X 上砍掉了指纹识别，转向了 Face ID 面部识别。Face ID 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很好的工作，而且不用接触手机即可解锁。面部识别在多数使用场景下确实比指纹识别更方便，但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全球， Face ID 的缺陷立刻显现。戴口罩的情况下，面部识别几乎无法工作，用户只能使用原始的密码解锁，非常不方便。苹果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然而在 iOS 14.5 系统上带来了苹果手表辅助解锁 iPhone 的功能，戴口罩的情况下也能轻松解锁 iPhone。而对于很多没有苹果手表的用户来说，为 iPhone 重新加入指纹识别才是提升用户体验的根本。据爆料网站报道，苹果已经开始重新思考在 iPhone 上重新引入指纹识别，可能很快我们就会看到采用指纹识别的 iPhone 模式。目前官方在售 iPhone 中，只有 iPhone SE 仍然支持指纹识别，采用的仍然是传统的 Home 键方式。在旗舰 iPhone 上，苹果当然不可能让 Home 键回归。目前对于苹果来说，有2种指纹解锁方式选择：屏下指纹和侧边指纹。屏下指纹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技术，目前安卓阵营大都采用了屏下指纹解锁。苹果目前还未推出屏下指纹 iPhone 的主要原因是，苹果认为目前的屏下指纹识别技术仍然有待改进，包括识别率、易用性等等。除了屏下指纹，侧边指纹也是苹果可以让 iPhone 支持指纹识别的另一种方式。苹果去年年底发布的 iPad Air 是首款，也是目前唯一采用侧边指纹识别的苹果设备。苹果将指纹传感器和 iPad Air 的侧边电源键进行了整合，这样就能在全面屏设计情况下实现指纹识别。在电源按钮上安装指纹传感器，对其他硬件的干扰较少。目前 iPad Air 用户对侧边指纹的反馈良好。根据郭明池此前爆料，苹果会在明年推出首款屏下指纹 iPhone。如果屏下指纹技术在明年仍达不到苹果高要求的话，也不排除苹果会采用侧边指纹的可能。苹果经常会先将一些技术和新的设计应用到 iPad 上，继而推广到 iPhone 及其他产品中，比如直角边框设计，以及今年 iPhone 13将加入的 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率技术，都是 iPad Pro 率先应用。不管怎样，同时拥有 Face ID 和 Touch ID 的 iPhone 是用户所需要的，2种解锁方式结合，才能互相取长补短，带给用户更好的使用体验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欢迎关注、点赞和留言互动，下期内容我们再见。